顶礼本师释，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档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那个普贤行愿品啊，普贤行愿品当中，现在讲那个。就是前心这个七支公讲完呢，就是真心这个广大法院，真心广大法院当中呢，就是现在讲的是第11个大科判，也就是说这个去除种种法门二法院。那么这个是分应该是7个科判吧，就是7个科判，其中呢就是今天讲的是第4个开始啊，就是第4个小科判。那么第4个小科判呢，就是说深入这个30诸界之源啊，就是诸是一切界的意思，深入这个30诸界，就是30一切界的意思，就深入30诸界之源。那么这个在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我能深入于未来，今一切皆为今一切皆为一念，30所有一切界为一念界，我皆入。那么这个字面上呢，就是说，我将来就是让这个深深的去入，就是未来的这个一切界啊，就是未来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世间界当中，并且呢，就是这一切界呢，就是在一个年头当中，在一刹那间当中呢，都让这个入啊，也就是说，一切的这些界啊，就未来的这个无量无边的一切界呢，就是在一个短短的一个年头当中呢，我都可以让这个介入。意思就是说是，我将来呢，就是在一刹那间当中呢，就是让去入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未来的，就是比如说弥勒菩萨这个出世啊，还有这个很多这个佛陀啊，就是包括这个圣解佛啊，当这些如来这个出世的这些心经呢，我都这个一这个去入啊，就是一去入，这是对这个未来的一个这个发愿。然后同时呢，就是原我这个深入呢。就是未来就是可以去除的话，那么这个过去和现在和包括未来，就是30所有的啊，就是未来、过去、现在三个世界，就是所有的这些界啊，就是未来的这个一切界，就是无量无边的一切界，过去的这个无量无边的一切界，现在正在这个度过的就是一切界。那么这个界当中呢，就是都是让我在一个刹那间当中，在一念群当中呢，就让这个入于这样的这个境界。这是在印度的一些个别讲义里面啊，就个别普贤行愿品的著述里面呢，就是说到，就是所谓的这个未来界的话呢，也并不是说是这是一个空的这个事件啊，不是我们让一个入于一个事件，就是其实未来的每一个界当中呢，就是有无数的这个如来啊、菩萨啊，还有这个声闻阿罗汉，以及呢就是这个很多这个智者的这些心经啊，就是他们不可思议的功德和等次和智慧等等。然后同时呢，就是在未来的这些界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凡夫这个众生呢，包括呢就是像这个旁生啊、恶鬼啊、地狱啊等等，就是这些众生。就是那么这些众生的好的不好的全部呢，都我让这个介入，都让这个去入啊。那这样的话，过去的一切的这些这个上下的，就是上至这个佛陀，下至这个地狱以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这个刹土当中呢，我让这个在一刹那间当中都去入。同样的，我要发愿呢，就是过去和现在的这个一切界当中的这些众生界和这个佛陀的这个清净界刹土啊，都让这个去入。那么亲近这个佛陀的这个刹土呢，就是听法啊，然后呢就是得到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啊，他们的这种这个智慧力啊、方便力啊等等，就是有很多这个无量无边的，就是佛陀如来的出世间的这个功德。那么我去入一些不清净的这个刹土当中做什么呢？就是以这个佛法来就是绕以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那么这样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的一个凡夫人来讲呢，就是上供下施也好，或者说是一切的这样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完成的就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呢，
作为真正的这个得地的这个菩萨来讲呢，就是完全是这个可以的啊。就我们得一地菩萨的时候的话呢，那么震动这个100个世界啊，能度化一刹那间当中就是震动100个世界，度化这个100个世界100个这个众生啊，先前就是这个百种法门等等，就是有这个许许多多的功德呢，就是先前的。那么到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更是就是不用任何这个考虑啊，就是所以说呢，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解脱者，也是一种这个菩萨的这个心境呢就记得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呢，就讲过，就是说是这个无量无边界，能做这个一念去呢就非常也非短解脱人所行。说是我们这个怎么说就是说无量无边界呢，就是在这个一个刹那间当中，在一念群当中呢，就是可以这个接纳，就是可以接纳。那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刹那呢，就是没有变长，而这个界呢，就是没有变短，应该是长短的长吧，然后那个就是这是什么样呢？就是这是真正的这个解脱者就是这个获得这个成就者的心境。我们作为凡夫人的话呢，就是一刹那就是一刹那，就是这个众多的这个界就是或者是多少万年的话呢，那么就是根本没办法就是互相这个兼容就是没办法这个兼容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这个解脱者来讲呢，就是就一切的就可以就是多变成一，一变成就是多，或者呢就是有变成无，变成有就是什么样的这个生变和变化呢，就是都可以这个现前的，就是都可以现前的。因此呢，我们这个发愿呢，就是一定要想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虽然就是做不到就是不要说这个一刹那间当中，连我们一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就是未来的这个多少万年呢，就是所做的事情呢，就是现在一天的时间当中完成呢，很困难的就很困难的。对我们来讲，现在是不行的。但我们现在就是积累资粮、心持三法以后，到这个得地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一刹那间当中，一年群当中的话呢，就是先前就是一切这个未来、过去、现在的一切清净不清净的这个行为呢，就是都可以这个圆满就是都可以圆满。因此，这个集诵的话呢。主要是就是圆满这个精进度就是降到了这个圆满精进度。也就是说呢，通过这样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前除一切的这种这个黑暗就是一切这个懈怠等这个黑暗，然后呢，就是先前就是智慧的这个光辉。因此这个呢，就是先前呢这个烟慧地，就是第四地菩萨的，就是烟慧地的这个功德就是当你真正这个烟慧地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先前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在一刹那间当中呢，就是也可以就是先前就是未来的就是无数界就是未来的这个无数界。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就是现在呢就是很多事情呢，就是没办法心里面就是想。就是的确，我们有时候就是像这个，比如说2、3岁的这个孩子给他就是讲课的时候呢，如果按这个大人的这个智慧心境来给他一讲呢，就是他根本没办法这个介绍就没办法接纳，就这是他自己所喜欢的一些玩具或者是1、2、3就是这样的话呢。就他可能比较这个比较能这个接受就是比如说1、2岁的这个孩子的话呢，他就自己就是所爱的自己是不是1、2岁这样差不多吧？不过现在这个有些国际上也是现在有个别的孩子，就是1、2岁的时候呢，就是他可以朗诵，就是很多这个诗歌就是还有一些写散文就是也有前世的一些这个习气这个复苏的，就是有这种情况，就是除非这以外的话呢，一般人就是这样的。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作为凡夫人的话呢，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讲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呢，对我们来讲是的确也是个一种这个问号，就是到底是怎么这个呈现？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一切万法是真正是这个生意当中是这个空性的，世俗当中是如梦如幻的。那么让我们真正通达了这种境界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完全的是可以这个呈现的
啊，就完全可以呈现的。这是我们平时在修行过程当中也是看得出来啊。比如说我们呢就是平时对自己的家人和对自己的这个我所这个我的身体跟我的这个亲朋好友呢，就是特别的去执着的。但是真正通达这个空性的这些人的话呢，跟我的这个亲友跟外面的这个怨恨的敌人呢，就是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是我们一般凡夫人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呢。通过他们的这个修行力和智慧力呢，完全让这个做得到的。而且呢，对我们来讲，这是很稀有的，不可能的。尤其是没有学过大乘佛教的人来讲，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就是我，他就是他，敌人就是敌人，亲人就是亲人。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眼里呢，就是通过这个修行，很多都可以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呢，就是可能啊，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宿命，就是以此类推的话呢，我想我们这个就一个刹那间当中呢，就是让这个先前就是一切未来的这种景象和过去的景象呢，就是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就是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这个道理的话呢，汉地那个大乘直观法门当中呢，就是也有一些这个问答的方式来就是说明，就是如果你们方便的时候呢，就是应该这个好好的这个看一下，就是因为里面呢就是以这个外人和一些这个萨门呢，就是通过这个对话的方式来，包括就是这个时间的这种长短呐，就是梦幻和一些事有之间的这个差别呢，就是就像我们以前就是讲过的那个这个梦和性的辩论里面所讲的道理一样，就是比较相同的。让方便的时候呢，希望呢大家就是要这个参与一下，就应该是对这个如梦如幻和或者说是对这个时间的这种长短各方面呢，就是有所这个了解。下面呢，我们讲那个就是第五个就是第五个小课盘呢，就是讲那个就是见佛入佛境界之缘就是见到佛，还有这个入于佛的境界，就是见佛入佛入佛境界之缘就知法缘。那么这个在其他的藏文有些课盘里面，这是分开的，就是见佛是一个课盘，入佛是一个课盘。但我想一个寄送一个寄送，这样的话，那就是可能好一点。我这个课盘呢，就是也是参照一些藏传佛教的，就是个别大德的这个一些课盘和印度的一些就是包括就是像那个陈那论师龙蒙菩萨、释亲论师他们对那个如菩萨行论的注释的一些道理呢，就结合起来给大家做比较方便，就比较方便的就前线移动的一种课盘来就是按理的。我以前看过那个冷海上师呢，就是也是原来讲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也有你的一些这个课盘，但是这些课盘呢，就是可能不是特别就是一目了然，就是所以也许你们以后呢，就是觉得是还可以，以后现在学的时候也许不知道，但是以后讲的时候呢，也许就是这种课盘呢，就是通过课盘也是基本上知道是菩萨什么普贤行愿品的，就是大概的内容，就你跟这的话呢，通过这个课盘也是就是比较明白，就是其中的这个内容。那么这里就是讲那个见佛入佛之境界之缘呢，我曰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世者，也常入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即为力。那么这个颂词呢，就是说这个但愿我就是祈愿我呢，就是能在这个一个刹那间当中，就是一念群当中呢，能见到就是未来过去现在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人当中的这个使者，也就是说人间的这个如来这个佛陀所有的这些这个人间的这个就是人中这个使者就是佛陀就是在一个刹那间当中呢能见到，就这是还是很困难的。我们未来过去现在一个刹那间当中的话，对我们世间人来讲是可能有点这个相违就是一刹那间当中，如果我见过去的如来一个两个可以的，或者未来的如来见一下，或者现在的可以，但是怎么过去和现在未来的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事件，就是好像这个怎么能见呢？就是对我们来讲，可能还是这个凡夫人来讲是这是一这个相位，但实际上是这是完全这个可以的。就是当我这个见到三世的这个如来，同时呢，我也让这个常常的这个如语佛陀的不可思议这个微妙的这种这个境界当中
啊，就是微妙的这个境界当中，而且呢，就是让这个先前就是入幻这个解脱以及这个入幻的这个威力啊，就是因为一切玩法呢，就是在声音当中是了不可得，就是远离一切这个细论啊，就是远离这个四变八邪。而在这个世俗的当中的话呢，就是如幻一样的这个解脱啊，就是用这个八解脱门来就是讲也可以的。凡是在这个世俗当中的话，一切都是这个显而无自性，就是跟这个就幻化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啊，就是一切呢，就是完全是一种这个幻化。这是那个佛陀在《大宝积经》里面呢，就是讲过，就是说是这个若了一切法，皆通于幻化啊，就是如果了到了一切法，就是都是这个同这个幻化一样的话呢，那么世人则能现什么这个百亿诸福身。啊，就是世人则能现，就是百亿诸福身，就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就是能通达了一切这个玩法，一切玩法呢，就是就跟这个幻化是所编出来的这个幻化界呢，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差别的话，那这个人呢，就是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啊，就能这个实现呢。就是千百万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佛陀的这个身体啊，其实我们如果真正通达一切玩法的话，那什么事都可以变，什么事都可以这个现，就是自己也可以现，就是外面所显现的，就是诸佛菩萨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的话，那就是也可以得到。啊，就也可以得到，所以这个如幻解脱，和这个如幻的这种威力就是讲的时候呢，我记得上师如意宝就是以前呢，就是讲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上师我是在上师面前听过2次普贤行愿品，好像记得是这样的，但有时候自己的记忆也是有一种。反正这个有时候想起来的不相同的，就是一个是明朗罗扎瓦的这个注释上面有一次是好像不知道哪个时候讲的，就是在宋词上讲过一次，好像，但有一次呢，就是上师如意宝就是讲过，就是这个讲如幻解脱的时候呢，说过就是一切就是诸法是如梦如幻，就是通达这个道理呢，就是也是很重要的。其实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的很多的这个了不起的高僧大德修行人的话呢，不仅是这个意识当中，就是很多事呢也是就是炫烁就是如梦如幻的这个法门。就如梦如幻的法门，然后法门说那个就是阿底峡尊者就是阿底峡尊者和他的这个大弟子，就是叫那个可尊智家吧，就是阿底峡尊者和他的大弟子之一的一个叫那个金创，就是金经和这个佛创的那个金创，他们呢就是在那个广阔深山，就是他是阳冰棍，就是他是阳冰棍的话呢，应该广阔深山吧，在那里居住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弟子呢，就是问阿底峡尊者，就是说是佛陀在这个有关经典里面就是讲诸法是这个如幻，就是那这个如幻是到底是用怎么样这个深刻的去理解呢？当时呢，阿底峡尊者就是说过，就是他说我用那个幻化寺就是幻化寺幻现。就是幻现的这个故事来可以给你说明这一点，然后说呢，说这个曾经就是这个幻化寺幻现就是普贤的现就是幻现和还有一位叫做是这个一个做生意的人，就是叫这个月现，就是月亮普贤的意思，月现。那么这个月现和幻现两位呢，是这个好朋友就好朋友。然后幻师呢，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做各种这个幻化，而这个月现呢，就是他特别喜欢这个一些世间的这个骏马，就马匹呢，就是他特别喜欢。但有一次这个月现呢，就是对幻师说就是说这个你经常喜欢这个幻化，但幻化呢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就是也不能吃也不能穿，就是有什么用？不如呢，就是一匹马，就是很好的马的话，那么这是可以骑着它，就是在草原上这个就是行走的话，那就是这是一种这个快乐的享受，就是应该是这样很好的。但当时呢，就是幻师就是说这个就好吧，就是没有对他就具体的就是说什
什么。然后后来呢，就刚才那个约宪呢，他坐在自己的这个家里，就是跟自己的妻子呢，就是一起吃中午饭。吃中午饭的时候，他的这个妻子呢，就是正在做一个这个织毛线啊，就是做这个毛线。然后他把毛线呢，就没有做完，就是放在就一般就是做完，一般没有做，就那个放在那里。然后一边呢，就是他们就是吃饭，吃饭的时候，他就这个刚才那个这个约线呢，就是到中间的时候的，他就出去了一下。他出去的时候呢，刚好那个欢显呢，就是他妻子一个特别就是好看的马，就是然后呢，就是来到了他的这个家门口。然后呢，就是原先就是说啊，就是你是这个今天骑着马，就干什么？他说因为你特别喜欢马，就是我想就是要不要给你，就是卖给你啊，就是这个马还是很不错的，就是要不要卖给你？因为卖给你，因为你特别喜欢马。然后，原先呢，就是说我如果要卖的话呢，就是不可能这样，就是轻易的卖，就是应该我先试一试，就是到底是这个是怎么样，就是然后这个幻师呢，就是说应该可以，你自己骑着试一试。他说我到底就是看看这个马快不快，就然后他就骑着这个马呢，就是在草原上就是奔驰啊，奔驰的时候呢，就是他就越去越快，就是然后越来越快。后来的话呢，就是好像这个非洲似的，就是然后越过很多的这个千山，这个万水啊，就是然后就是翻山越岭，就是最后呢，就是他已经就去了特别特别远的地方啊，就是已经越过了就是多少多少个世界一样的，就是特别远。最后呢，就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呢，就好像那个就住下来了。住下来的时候呢，就是他根本不知道，就是自己以前就是来的这个大概的方向都不知道，就不要说就真的要去的。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看见就是很远的地方呢，就是有这个两母子就是住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然后呢，就是他心里也是很悲伤的，就是连在这里呢，就是什么不要说这个人类，就是连动物的这个声音都是听不到的，就是特别一个荒凉的这个地方。然后他到跟那个就是这个娘母子那里去的时候呢，就是娘母子也是说我们呢，就是也是就是从这个很远的地方漂泊到这里来，但来到这里呢，就是确实是就是除了这个少许的水果以外，其他的就是任何这个连食物都是没有的。然后你呢，就是在这样这个无依无靠的来到这里呢，就是还是很可怜的。然后他们可怜的人呢，就是聚集在一起。然后原先也是说是我现在呢，就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匹马，就是除此之外我身无分文，就是最后呢，就为了就是生存呢，就是他们就是住在这个一起啊，就然后呢，就是他跟他这个女儿呢，就是一起这个成家。然后过了好多好多年，过了好多年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后来就是他的这个那个他妻子的母亲呢，就是已经这个离开人间了，就是已经死了。然后后来就是跟他这个前后呢，就是他们两个就是这个有了这个两个孩子。然后有一次的话呢，就是他好像在河边还是什么的，然后那个小孩子呢，就在这个水里面，就是他就因为那个脚下就是石头啊，就是好不小心呢，就是滑到这个河里面，就是被这个水就冲走了。当他冲走的时候呢，就是他在河里面一边就是翻身过来，就是喊他的这个哥哥，然后哥哥呢，就是也是为了去救他的时候呢，他也是就是不顾一切的，就是奔向那个就是水当中。结果呢，就是他两兄弟都就在被冲着，然后冲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大儿子也是翻过来喊母亲，结果母亲呢，就是也是为了救他，就是三个人都是在被这个水冲走了。那刚才那个就是原先呢，就是他到这个河边去一看，就是一瞬间当中，就像我们现在世间的有些这个地震啊，有些水灾一样的，就是他们一家人呢，就是全部都是冲走了。然后他当时一看的是，就是家里的所有的人都没有了，家破人亡了。然后他就翻过来，就是想一想，我现在回去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是那么我就有其他的这个生存能力。我现在怎么办？他就看了看自己的这个头发呢，就是全部白完了，牙齿呢就是全部已经就是脱落了，已经成了身体也是很难以支撑的，就是成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年迈的人。
人，然后他自己特别的这个伤心，就是他就开始这个叹息，就是结果呢，好像那个就梦那个醒了一样的，就是他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以后呢，就是他在刚刚那个就是进了，就是他自己原来的那个家。那这个时候呢，看到那个他原来的那个妻子呢，就是他在边唱歌，就是边那个做事情，然后他就特别，就恨他，就是说是我，受了这么大的这个苦，就是你还唱什么歌，呃。然后他妻子呢，就是说你不要发疯，就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然后就开始他就苦苦的，就是描述了他自己这个一辈子的，就是所有的这些经历啊，所有的这些经历。然后这个他妻子呢，就是根本不相信，你不要这么胡说啊！你看我那个织毛线呢，就是还没有织完，就刚好那个刚才中午就是中间就是放在这里。你看你自己碗里面的这个茶呢，就是还没有酿，就是你哪里有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经历啊？他一看的的确也是，这个碗里面的这个茶呢，就是没有酿，就是这是非常短暂的一个时间当中。那么就是当时阿底峡尊者呢，就是说这个当时的这个月县呢，就是是这个尼德华县，就是当时的这个幻世呢，就是我的这个前世啊，就我的前世。我在这个前世的时候呢，就是给你也宣说了这个如幻化般的这个佛法。那么今天呢，我再次也给你宣讲这个这个如幻的这个法门啊，就是如幻的法门。所以法门就是当时呢也就讲了这个故事啊，就是可能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呢，不知道我当时同步翻译没有，凡是法王讲如普贤行愿品的时候翻译过没有？讲过是吧？翻译了没有呢？你看现在你们我都忘了，是不是我们也进入了那个幻世的这个境界？啊？好像没有翻译是吧？讲过是吧？你可原谅说那个没有讲，接着说讲了。一个说这样，一个这样，两个人坐在一起，坐在一起，一个人说讲过有笔记，一个人没讲过没有讲过。到底是谁是真的？所以这也是相位。一刹那间当中把你们两个怎么样？有笔记是吧？真的，你看，人家是有证据的。那你现在没有讲过是什么？讲过？上课讲过，你记得吗？那也可以。看我们的西热做都记得，谁还原谅就可能没有。还有，你有没有依据啊？不好意思，现在就开始入餐厅。你如意沙漠地嘛，好吧？这样的，所以我刚才讲那个，就如幻解脱啊，就佛陀宣说的这个如幻解脱的话呢，如幻解脱，如幻解脱是一种功德，也就是还有这个这种如幻解脱和如幻威力吧，就是如幻威力，就是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入也就是这样如梦如幻的这个威力当中啊。就如果我们有这个真正通达了一切万法如梦如幻的话呢，就是那不管是这个在显现当中呢，就是度众生也好，转法轮也好，什么样的这个威力呢，就是都可以这个出现啊，就都可以这个显现，然后怎么样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也可以这个呈现了，就是那么这个颂词呢，就是主要是讲那个。因为如意这个佛的境界的话呢，就是需要特别深深的这个禅定力，所以呢，就是圆满这个禅定波罗蜜多
啊，就是圆满禅定波罗蜜多。而且呢，如于这种这个禅定，如于见到了这个佛陀，并且如于这个佛的境界的人呢，远离这个一切魔种的这种这个危害啊，就是远离一切魔种的危害。所以呢，就是在这里主要讲这个难行地啊，就是第五地，就是讲这个难生地。有些说是难生地，就是魔种呢，就是难以胜过就是这种第五地的菩萨。就是但不管怎么样呢，这里这个就是第五地菩萨的这个境界而发愿的啊，就是第五地菩萨的这个境界而发愿的。这是我们就是刚才讲的第五个科判啊。然后第六个科判呢，就是深入这个清净佛刹度啊，就是深入这个清净的这个佛刹度。那么这个就是讲就是语义貌断极为重，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刹土诸毛断，我解深入二严经。喝一点水啊。没有讲过，讲过。那么刚才这个课盘里面说是这个深入这个清净的佛刹，就是深入清净佛刹之源。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与一个毛断，就是比如说这个一根毛的这个毛端呢，就是还是很小的，在一根这个毛的毛端，就是毛尖当中，在这样的特别这个微小的微迹当中啊，就是基微当中，或者是这样的这个毛端的这个微尘啊，我们经常说是一个毛为这个什么，就是写成就是百变呢，就是也有这样讲的嘛。所以一个毛端的这个小小的这个位置当中的话呢，就是能这个出现未来、过去、现在这个无量无边的就是无数的这个刹土的庄严啊，就无数的这个刹土的庄严啊，我们然后同时呢，就是在释放的这个所有的微尘数的这个刹土呢，微尘数的刹土呢，就是在一个毛段当中呢，就是可以这个呈现，就是这个是可以说翻过来讲的吧，就是也就是说一个毛段当中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三世的这个三世未来过去的一切的这个如来的这个刹土呢，就是可以现前，或者换句话来讲呢，就是东南西北，就是四方四域上下十方当中的这个现在，这个是可能主要是这个现在从方向来讲的，前面是从时间来讲的，从时间上的这个三个刹土呢，在一个矛盾当中呢，就是可以这个呈现的。然后从这个范围上的这个十方的这个刹土的就是微尘数的这些刹土的话呢，也是在一个这个小小的毛段当中呢，就是可以这个呈现，并且我这个发愿呢，就是全部让这个深深的入于这样的这个庄严而清净的刹土啊，就我这里我借深入二严经的话呢，从韩文的字面意思看来的话呢，好像我这个度让这个深深的这个去入，并且呢，就是庄严和清净，好像就怎么说啊？就是他直接这样理解的话，可能是就是有这样的，但实际上呢，好像那个就是不空翻译的时候也是能入祝福言插头吧，好像就这样的，所以藏文也是跟这个比较相同的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让这个深深的就是入于这样上面所讲到的这个一个矛盾当中，就是让这个一切的这个刹土啊，一切庄严和清净的刹土呢，都可以先前的这种境界
就是我们发愿呢应该这样。那这样一想的话呢，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不可思议啊，就是我们在座的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小小的，不要说是一个矛盾当中，就是连一个这个一个山沟里面，就是未来、过去、现在，或者说释放的这个插图的是全部在这里这个呈现的话呢，就是这也是不可能的啊，就是在一个房子当中能呈现就是所有的佛陀和佛刹的话呢，就是对我们来讲这是绝对就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但是如以这种菩萨境界的人来讲呢，就是这也是确实是这个完全是这个可以的啊，就是我们先宗的这个佛经里面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些境界啊，就是不管华严经也好，还有这个就法华经也好，还有那个比如说宝积经啊，就这些里面有，而且这些呢，就是刚好这个密宗当中呢，就是把这些的道理就是说的就是更加这个清楚啊，就比如说那个佛说这个华严经里面呢，就是讲过，就是说是这个佛曰一毛空啊，就是佛曰这个一毛空呢就是所现这个神通呢，所利众生尚不可思议。所佛陀呢，就是在一个毛孔当中所现到的这种神通力啊，然后所饶益的这个众生的话呢，就是不可思议。那这一点也是对我们来讲呢，是不可能的。就是一个毛孔当中所显现出来的这个身边，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众生呢，就可以做这个暂时和究竟的这个利乐的话呢，那就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毛孔也好，就是全部的这个头发也好，不要说是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就是连一个众生就是利益的话都是很困难的啊。就我们世间人是这样的，但是的确就是你如果入了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境界的时候呢，就是在一个这个这种这个行为也好，或者说一次的这样的这个言行呢，就是都这个饶益不可思议的这个众生。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发愿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确实是围城就是围城，须弥山就是须弥山的，而就是须弥山无法容纳这个围城当中，就是围城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变成这个须弥山了。就我们在我们现在反复的眼里呢，因为我们没有证悟这个空性的原因，就是三世也是相违的，大小也是这个相违的，多少也是相违的，长短也是相违的，这个水和火也是就是不相容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矛盾的这个就是一个说是讲过，就是一个说是没有讲过，就是这也是对我们来讲是完全是相违的，就是讲过和没有讲过就是这么不相违，包括就是这个。它的标识方法也是一个是横着的，一个是竖着的，所以竖和横呢，就是完全是这个相违的。但是这也是说明，就是一切万法是在本身上是没有什么相违的，是完全是这个圆融的啊，就是两个法是也是本体上是一体的，就是所以说，就不像我一样，就是一看的是什么都是就是相违的，不是这样的，应该说是一切万法呢，就是在这个这样的这个围城，或者是这样的矛盾当中，能这个呈现就是无量无边的庄严清净的这个插图呢，的确也是就是很这个困难的。但是如果是真正就是像通到了这个如幻般的境界的时候呢，就像是这个小小的一个水碗里面呢，就是整个这个山河大地，就是无量无边的东西的因子呢，就是可以呈现的。但跟这个因子跟这个岁月，也就是说水呢，就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就是实质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的这个实际上的所有的这个玩法的本质呢，就是也实际上就是没有它一个实性。如果有实性的话呢，事物的本体是无可改变的。这一点学过中观的人呢，都应该清楚的。只不过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通到这种这个境界啊。通达这种境界如果通达这种境界的话，那会不会就是烧燃的？我以前讲过吧，我以前遇到过一个法师，就是他确实是通过那个念一些咒语啊，就是应该是把这个火的能力呢，就是可以就是取消了，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通过念咒语，就是然后把那个
什么这个铁块啊，就是好多东西呢，就是把它烧热，烧热以后的话呢，就是它跟别人治病和就接触别人身体的时候呢，就是完全就是燃烧的这个铁啊，就是燃烧的铁，就是它可以这个烧焦，就是但它自己呢，不管是接触舌头也好，嘴唇也好，都不会这个接触。所以我们眼前看见呢，就是好多事情呢，有点这个香味的东西，但实际上呢，就是哪怕是仅仅是一个周瑜这个成功的人的话呢，他也就是不会被这个燃烧，就是这就是不可思议，就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境界呢，应该是就是多的。原来两个道友那个就是辩论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呢就是说是这个事情是我没有见到，就是我不承认的；另一个道友呢说是你没有见到的是多的呢，就是所以确实他说的也是对，就是我们这些凡夫人没有见到的是多的呢，就是就我们只是一个表面上啊，就是我们对这个色法和这个声音的，就是无云的，就比较粗大的部分呢，在我们的这个肉眼面前就是见过的，但是我们眼见为实的话呢，我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一个起火的现象，所以呢，我们要发愿呢，发愿什么呢？就是愿我就是真正让这个深入啊，在一个毛囊当中，就是让这个呈现三世这个一切就是插图的这样的这个境界啊。那这个是真是不可思议，非常这个稀有的啊，非常这个稀有的，所以如果万法之本体是真正是这个清净的话呢，那么就是一个毛端就是呈现就是一尘差有为真的这种佛刹呢，就完全是这个可以的，就这一点，如果我们真正深入的学到了，就是这个金刚萨埵就是大幻化王啊，就金刚萨埵大幻化王的道理的时候呢，就是的确也是从那个理论上就是明白。就是理论上也是会这个明白，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一个颂词呢，就是主要讲到了这个智慧度啊，就智慧波罗蜜多。因为呢，我们这个如果这个智慧度已经这个圆满的时候的话呢，实际上让这个现见就是佛刹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佛刹，而且这种这个佛刹的话呢，那么就是以这个非常这个轻而易举的这个方式来让这个照见，因此呢，就是这个就叫做是这个第六地啊，就是先前地，就是让这个先前就是佛陀的，就是真正的一些这个镜像，就是叫这个先前地啊，就是讲几个先前地，就是这个发愿呢，就是主要是第六地的境界。那么下面是我们讲的第七个小课版了。第七个小课版呢，就是讲到这个尘世未来诸佛之源啊，就是尘世就是尘世如来，尘世这个未来诸佛之源啊，我们要发愿这个就是尘世这个未来的一切这个佛，所有未来照世等成道转法无群有究竟佛是是涅盘，我皆往以二清净。那么，就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未来的照世间的灯啊，就是照世灯是佛的意思，因为佛陀的这种智慧这个明灯呢，能牵出我们众生的这个内外迷的一切的这个黑暗，同时呢，就是依靠这个这种这个明灯的这个知识呢。就是让众生获得八圣道的这个功德，而这个屈辱解脱的这个妙处，所以呢，就称为是这个照世灯啊，就是照世灯。原来文革期间也有很多这个灯的比喻啊，就是还有什么照世灯，你们会唱吗？所有未来的这个佛陀啊，就是所有这个未来佛陀呢，就是成道，就是然后呢就是转法轮，还有呢就是无群有，就是度化这个让这个误导这个众生啊，就是让这个度化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最后呢就是究竟了就是佛的这个事业，而这个实现就是涅槃。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祈愿我呢就是去往就是这些如来的这个处啊，就是从这个如态一直到最后这个涅槃之间呢，所有的这些行为呢，就是愿我来这个诚实他们、亲近他们、医治他们、供养他们啊。就我们就是发愿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这种发愿呢，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发愿。也就是说呢。我们怎么讲啊？就是就
这种法院就法王如意宝的那个元海精髓里面也是有啊。马王南镇个家个这相当广场教育词动词都的相当年年立成成立别人特秀。说是这个未来的这个996位这个佛陀就是出世的时候呢，出世，并且呢，就是在这个插图当中能这个实现就是成佛就是出世能这个实现成佛的时候呢，让的龙尊也自动子，就我祈愿我呢，就变成就是他们的这个书生这个承事者就书生承事者，并且呢，就是成为这个真正就是这些如来的这个弘法尼僧的这个使者就是主要的这个就是或者是剧组就是获得这个弘法尼僧的这种威猛势力吧，就大概这个意思，就是那个你们看嘛，元海精髓里面应该有，就是当时发愿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仙界当中呢，因为这个现在这释迦牟尼佛是第4佛，就是还有这个996位如来呢，就是要在这个时间当中就是成到就是这个转法轮，还有呢就是最后实现涅槃。那么祈愿我们这些人呢，就是到这个在每一个佛就是出世的时候呢，不要就是我们就这些众生一样的，就是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就是不要这样的，一定要遇到，就是亲自就是遇到这些如来面前，就是发愿就是发菩提心。如果真的，这个我们就在一个如来的这个教法当中，就是就发愿的话，那就是其实将来的这些佛面前呢，就是肯定会称道的。你们也许看过，就是那个大悲经大悲经的应该第3卷里面呢，就是都讲过，就是佛陀当时这个告诉阿难就是说是我在他的这个教法当中呢，不管是这个居士还是这个出家人只要这个守1分戒律的这一些人上的话，都就是最后在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呢，就是会成为就是他的这个属着弟子，甚至在他的这个教法当中的戒律不清净的人的话呢，就是那么在将来的就是这些这个前劫佛出世当中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就是获得这个成就的。还有就是最后也说，就告诉这个阿难尊者呢，就是说不仅是就是在这个数次戒律甚至就是称这个南无佛就称南无佛的这样的人的话呢，就是也会就是获得解脱的。因此，我们有时候真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我们可能极个别道友的这个家人亲人这些都是根本不信佛教，就没办法，但是呢，跟他们种下一个种子也是就是很好的就种下一个很好的，就是前天我们有个道友讲课的时候，他也说了嘛，就是有些这个大学里面去演讲，就是具有3教方便的法师的话呢，那么就是要求下面的人呢，就是要求那么不达呀，那么达玛呀，那么僧伽呀。他说不像这个现在的有些人一样，就是进到大学以后一开口就开始讲空性，就是。我说是不是后者是我？就是然后，所以说的是很对的，就是应该是具有这个3教方便的话呢，我们即使这些人就是不信佛教的话呢，就是让他成一个南无佛呢，就是也是将来的这些如来面前呢，有这个成就这个转法轮的就或者是变成他们的这个使者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机缘就是有这样的机缘。因此，我们这个创造这种机缘呢，就是每一个大乘佛教徒呢，应该这个义不容辞，就是可以说是就是不可推卸的一种这个责任吧。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经常哪怕是这个。你不管是在这个坐车也好，还在这个任何一个场合当中的话呢，就是经常也这个想到，就是我们这个身边有很多的，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可怜的这个众生有时候我都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就是感觉到这些众生是真的是，好像这个像蚂蚁窝一样的，就是你到了这个火车站的时候呢，就是到处就好像都在这个乘火车就是这样；到飞机场的时候呢，好像都在这个天空当中飞扬；到医院里面的时候，都在这个生病了一样的；到这个百货市场的时候呢，就是都在买东西一样的，就是那么多的众生，就是其实这些人呢，就是大多数都是就是一自私自利就是连一个佛号都没有听过的，就是很可怜的。
就是所以呢，我们可能基层当中就是真正让度自己的这个家人啊，度很多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不一定有这个机缘，但是呢，我们要这个发愿呢，就是确实当时法王如意宝在印度金刚座发愿的时候呢，就是也是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发这样的愿，将来就是这些这个佛陀呢，就是印度金刚座和印度这个六叶园呢，在这些地方呢，就是会这个成就转法轮，就是这个实现就是涅槃当，就是这些印度圣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就是哪怕是变成就是一只虫也可以，就是一只小虫也可以，一定要就是自己现在的是发愿啊，我们在座的人每天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天天说是这个所有未来照世灯，就是念都是都会念，就是有些闭着眼睛念，有些是这个睁开眼睛念，就是不管怎么样，但是心里面很多人都可能没有发愿。我们讲一遍的话呢，就是跟大家也起一个作用，起什么样的作用呢？特别希望就是每一个人呢，把这个道理呢，就是经常想，就是如果经常不能想呢，就是哪怕是就是到一些圣地啊，在佛像面前呢，在特殊的这个节日，比如说我们开金刚萨埵法会，或者是就是佛陀的这个成道日啊，就是特殊的日子当中呢，好好的就从头到尾就是这普贤行愿品的这些道理呢，就是想一遍呢，就是每一个愿呢，就是在自己心里面就是想，就是但愿我就将来的所有的这个如来面前呢，就是成为他们的这个世质啊，就是成为他们的不管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像这个地释天和那个就是梵天一样的，然后就是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呢，像无大比丘一样的，就是然后实现涅槃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身边就是像阿难和迦叶尊者一样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场面呢，我们可以自己就是发挥，自己可以观想。就是这个颂词呢，就是主要讲这个就是方便波罗蜜多啊，就是因为依靠这个方便方法的话呢，就是才能这个可以实现就是将来的这个诸佛的这种这个事业的这个创作，就是弘扬者啊，就弘扬者。然后呢，就是也是主要就是先讲了第七地，就是原心地啊，就是第七地这个原心地的这个境界啊，就是讲了这个道理。下面就是讲那个我们这个就第12吧，就是12个大愿，就是12个大愿呢，就是以广大尼而发愿，就是以广大尼而发愿。那么这个以广大尼而发愿呢，书记诸遍神通尼，普明偏入大乘尼，知行普修功德尼，为神普福大乘尼，边境庄严胜福尼，无助无疑智慧尼，定慧方便，为神尼普能积聚菩提力啊，就是这两个颂词，就主要讲这两个颂词，这两个颂词呢。就讲到了，就是以这个广大的这个力发愿呢。但这个有些法师呢，就是讲是这个是佛的这个势力啊，好像这个藏地、汉地，尤其是汉地有个别法师所讲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佛的势力来，就宣讲。但这个可能不是很这个适合啊，就很适合，因为这个是主要是讲那个第八地菩萨的这个境界，八地菩萨的境界讲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发愿的时候，就是佛的势力呢，就是还没有这个先前啊，还没有这个先前。那这样的话，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基本上就是应该就是大家清楚，意思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就是中共这里有8种力啊，就是8种力里面每一个句颂都有一个力。所谓的力的意思呢，就被这个为缘呢，就是外缘呢，就是不被摧毁的，就是一种这个力量啊，就是他的这种这个善根也好，智慧也好，就是根本就是被他的为品呢，就是不可摧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力量。意思就是说，我们发愿的时候呢，让我们都能得到就是这种8种大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力量啊，就什么样的力量呢？就是第一个力量就是说，书记诸遍神通力，就是但愿我们这个就将来就是能这个获得什么呢？就是很快当中让这个周边所有这个世界的运用所有世界的这样的这个神通力
没有神通的话呢，像大智度论里面讲的一样，就是没有翅膀的鸟一样，就是度化众生很困难的。我们要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一定要以身足通为主的，就是所有的这些神通身变，就是圆满这个具足的。但这种这个神通的话呢，也是让这个周边，你不管到这个东南西北的哪一个世界去这个利益众生，或者是这个求法，就是先前这个各种功德的话呢，就是都以这个神通力，就是可以这个出现啊，就可以出现。所以我们发愿的时候呢，在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能遍越一切世界的这种这个神通力呢，就得到就是圆满，就是照着这个圆满就是获得，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普民偏入大乘力，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让这个入于就是一切这个普遍就是入于一切的这个普门的话呢，其实是一切这个法门呢，就是入于一个法当中的，就是也是这个意思。但在这里呢，就是说不同的这个众生啊，就是实践当中有不同的这个众生，那么这些不同的众生呢，就是都能就是得到就是大乘。大乘是什么样呢？就是依靠这个特别快速的一种方便方法来圆满智慧质量和福德质量的一种这个法门。也就是说呢，就是依靠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力量和质量，就是质量的这种力量来，就快速的度化众生的一种这个能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随机就是随根基啊，不同的这个众生面前呢，能这个实现就是大乘的这个威力。我们发愿的时候也是在想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大乘根基的众生，那这些大乘根基的众生，很多人呢就是还没有得到就是大乘的这种法门，但是希望就是祈愿呢。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让这个便于就是所有的就是大乘的这些法力，让他们就是真正就是获得了大乘佛法，就是从中呢就是不多这个声闻缘觉，也不多呢就是世间的这个各种这个邪道当中就是屈辱就是真正的这个解脱之道就是以这样来这个发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普行，知行普修，功德力啊，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词的这个翻译的方式呢，好像这里，比如说这个普行，什么知行普修的话呢，如果是普修知行功德力啊，然后那个普福卫生。大慈力啊，就这样的话可能更好一点，但是这个依法不同吧，就是依法不同，就是所以我们这样理解也是可以。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知行呢，是这个普贤心愿的这个智慧这个心愿就是普贤之心，普贤之心呢。就是让这个修持，也就是说呢，是深深和广大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功德这种力呢，就是尽快的时间当中会能圆满。意思也就是说呢，让我们我和这个众生呢，就是在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普贤菩萨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发愿、这个行为、功德，一切的这个力量呢，就是照着这个实现了，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圆满。我们有些人修普贤行愿品很费力的，就是不要这样，应该就是有一种这个能力，其实这个比如说度众生的身边的这个能力呢，也是照着实现的。然后大乘的这个佛法的威力呢，也在众生面前照着这个呈现。然后普贤行愿的就是这些就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力呢，也照着这个呈现。我们就这样这个发愿。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唯生普福大慈力。唯生普福大慈力呢，意思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大慈悲的话呢，那么就是愿一切众生离开所有的这个痛苦，获得快乐的这种心这个就是大慈悲心，大慈心。那么这样的这个大慈悲呢，就是大慈悲的这种为生的力量，大慈悲的这样的为生的力量呢，但愿就是让覆盖就是所有的，就像是云，就是天空呢，就是让遍盖所有的这个宇宙世界一样的，让每一个众生呢，就是具有就是这种这个大乘力，或者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这个大慈悲的心呢，大慈悲的心呢，能遍于这个所有的众生。而我们现在呢，自己的这个慈心呢，就只是对个别亲朋好友而已，就是没有真正的让这个覆盖就是让没有这个覆盖，就是所有的这个众生。那让但愿就是我们的这个慈悲心呢，就是这个覆盖于这个所有的众生。这种能力呢，就是应该就是照着这个圆满，是这样的。这是第四个力就是第四个力。
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边境这个庄严，就是神父力，就神父是这里是就神圣的这个福德力，也就是说呢，就是让这个普遍亲近，就是庄严殊胜的这个福德力。什么样的福德力呢？通过这个布施啊，通过刺激啊，通过这个心自三法的这样的这个福德的这个威力的话呢，就是让这个得以亲近，让得以这个庄严啊，就是我们现在缺少了这样的这个福德啊，缺少了这样的这个福德。那么有些注释里面呢，就是说这个菩提心的这个福德呢，就是在这个虚空界当中也是难以这个容纳的。所以呢，以菩提心的能力的话呢，就是照着这个情景啊，就是照着呢就是圆满这个成熟啊，就也有这样的解释。然后第五个，第多少第六个吧，第六个是无助无义智慧力，就是无有任何这个注意，无有任何所以能义的，就是通达一切万法，就是三论就是体空的这种智慧力呢，就是照着这个圆满。也就是说呢，就是一切万法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实有的这种通彻万物的，就是通彻万法的这个智慧力呢，就是照着这个圆满。然后这是重智慧来讲的。然后下面呢，就是分别就是这个注意意愿的这种这个禅定，还有呢就是度化众生的驱色这个驱色一切这个三恶的这个智慧，智慧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度化众生的及其三巧的这个行为的方便。那么这三者的为胜力呢，就是照着这个先前啊，就是通过上面的在这个七种力呢，就是最后呢能这个普能积极。菩提力就是真正的这个菩提这个力啊，就是这种菩提力呢，就是照着这个让这个呈现，就是也就是说呢，就是通过就是上面的这些这个力呢，就是让这个圆满就是菩提力也获得这个真正的这个解脱啊，就是所以这以上呢，就是讲这个八种这个力啊，就是这八种力呢，就是其实是依靠这个一种这个大愿，就是发愿来就是可以成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这八种力的这两个寄送呢，就是宣说了就是大愿这个大愿的这个波罗蜜多啊，就是大愿波罗蜜多。也就是说，以这种原理和以这种这个力量呢，就是激起这个稳固的原因呢，人和位品呢，就是不可吹动。就是因此呢，就是这里也是讲到了就是第八地不动地的这个功德啊，就是第八地不动地的这个功德。好，今天讲到这里。반야 돈나니 베잖아 길가나 지라롱 주바 즈범 솔레 조와 조르쇼